小马。那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你是不是也早已按耐不住，想把包柜里沉闷的秋冬暖色系的包换成适合夏天的亮丽颜色呢？那今天小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出手爱马仕包包的各种渠道以及它们的优劣势。那如果你也想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出手方式，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那首先呢，就来讲一讲小马最有经验的领域，那同时呢，也是最多人都会选择的渠道，那就是二手中古店。那有很多朋友呢，可能以为把包拿去中古店，那肯定只会是低价出手，对自己来说呢，绝对是一个亏本的买卖。那这个观念呢，其实存在两个误解。第一呢，中古店回收包包并不一定是低价回收，主要呢还是根据包包的成色和当前的行情来评估一个合理的价格。那对于保值包款和保值颜色的爱马仕包包，而且成色比较好的情况下，中古店呢基本上可以给出约等于原价，甚至还高于原价的价格回收。那接下来呢是第二点。那中古店呢不止回收这一个选择，你还可以选择寄卖或者是置换。那回收、寄卖和置换这三种方式有什么不同呢？那举个例子来说，比如你想要出手一只 Birkin 的35厘米，那就可以拿到中古店去。那鉴定师呢，首先会给你鉴定一下，确定是正品之后，他会根据成色和行情首先会给你开一个回收的价钱。那如果是很人气的包款和尺寸的话，那回收呢肯定是非常好的。但像你拿的是35厘米这种大尺寸的话呢，那回收价呢可能就是不太理想。那这里补充一个小贴士，如果你手上的包包并不是人气的尺寸或者是颜色，那最好是选择在圣诞季节期间出手，因为每年10月到12月底的时候，很多商家呢会加大收包的力度，所以这个时期出手呢是最为划算的。那或者呢，你也可以应季出手。那比如说在春夏的时候，亮色系包包呢，一般会比在秋冬的时候回收价会稍微好一些。而秋冬的时候呢，一些沉稳色系、大尺寸的、看起来比较暖和的皮质的包包，又会比春夏的回收价格呢会稍微好一些。像这只皇家蓝的鸡皮的 Birkin 30。同理，反过来说，如果你秋冬的时候从中古店购买亮色系，然后呢春夏购买大尺寸的比较沉稳色系，那这样子反季入手呢，那价格自然也是会稍微优惠一点的。那又回到刚刚的话题，那等鉴定师给你的 Birkin 35估价之后呢，如果你觉得可以接受，那就当场一手交钱一手交包，那交易呢就这样比较简单的完成了。但要你觉得价钱是有点过低了，想试试看能不能卖一个更高的价格，那你就可以选择寄卖的方式。也就是说，你不用把包低价卖给店里，而是把包借放在店里的货架上，那等着直接卖给其他的客人。那寄卖如果成功的话，门店一般会有2种的抽成方式。那第一种呢，是从这只包的售价中抽取一定的1%的服务费。另外一种呢，是门店会让你事先约定好一个最终到你手里的价格，然后他们再用更高一点的价格把包去卖掉，那从中呢去赚取差价。那无论是门店用的哪一种抽成方式，你通过寄卖的方式出手包包，肯定会比直接回收是要高的。好了，那现在你跟门店签好寄卖的合同了，正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一眼看中了货架上摆着的另外一只爱马仕，那当场呢就想把它买下带走，没问题。那刚刚的这只 Birkin 35就不要寄卖了，直接做置换就可以了。那置换的估价呢，一般是在回收价钱和寄卖价钱中间的一点价钱。那再透露一个比较内部的情报，如果你看中的那个包款是非常人气的包款，那你中间的这个置换的价钱呢，就是当然肯定是比回收价是高的，但也可能是就是说会稍微只比回收价高一点点。但如果你看中的那个包款呢，是商家非常想出手的，你懂的是吧？商家非常想卖的，他可能会给你的这个置换价钱呢，就会比回收价钱会高很多。当然肯定是在寄卖价钱以下的。总而言之呢，置换就是需要你补齐2个包之间的差价就 OK 了。那怎么样？回收、寄卖和置换这3种方式，你现在知道区别在哪儿了吗？
那总体而言呢，回收的出手的价格虽然是最低的，但好在流程是非常简单的，而且当场就能结算费用。那这种方式呢，最适合急于收钱的朋友。那寄卖的出手价钱呢，虽然是最高的，但是可能会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卖出去，而且有些朋友呢还会担心包包在店里是否安全，所以寄卖不如回收那么省心。但如果你的包包回收价位不是很理想，而且你本身也不着急变现的情况下呢，小马会非常推荐寄卖试一试。那最后呢，置换的方式会比回收更划算，但这也需要看你能不能当场在店里找到心仪的想置换的包包。那接下来呢，我们讲讲第二个出手渠道，那就是拍卖会。那拍卖呢这件事情，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好像是很高大上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但其实呢，把包送去拍卖真的不难。那基本上任何人都可以送拍。那以拍卖的形式出手的包包，运气好的话呢，说不定能以翻倍的价格拍出。但并不是什么包包都适合拿来拍卖，也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选择拍卖。那选择拍卖之前呢，主要考虑到以下3个问题。第一，你的包包是否有成为抢手货的潜力？那毕竟在拍卖场上，只有越多人竞拍，拍卖品才可能抬越高的价钱。那假如呢，你想出手的包是像喜马拉雅这样的限量款，那或者是非常有人气又非常难拿到的尺寸和颜色，那比如说像樱花粉的 Birkin 25厘米，那就比较适合送去拍卖。但如果你的包呢只是一个爱马仕普通款普通色，那并不稀有，人气也一般的话，那对于拍客来说，自己没有很喜欢，包本身也没有什么升值的空间，而如果拍下来的话呢，还得向拍卖行支付服务费，那肯定是不划算的，所以他们也不会积极的去竞拍。那要考虑的第2个问题呢，就是你是否愿意应付复杂的拍卖流程。那整个拍卖的流程呢，要走完还是挺费时费力的。那首先呢，你需要把自己的包包送到拍卖行去，或者呢，你也可以用电子邮件把照片发给拍卖行，让他们先进行拍品的甄选与鉴定。那如果拍品入选，就会有拍卖行的专人来跟你沟通，然后首先进行估值、底价，然后各项费用以及责任事项等等。那这个沟通呢，可能要持续好几轮。沟通完毕之后呢，还要走签合同等流程。那拍卖进行的时候呢，你可能也需要查询实况，然后等拍卖完毕后，拍卖款不会马上的到账，有一定的账期，这也需要你的后续跟进。所以拍卖一只包真的需要一些耐心的。那还有的就是第3点，你是否能接受拍卖所产生的各项潜在的费用？那比如你在拍卖会拍一只包，那可能产生的费用呢，包括像保险费用、途路费、关税、广告费以及各种增值税等等。那如果最终包包没有被拍出，也就是所谓的流拍，那拍卖行呢又要向你收取保管费用，还有退还包所产生的包装费和运输费。而如果拍卖成功，那买卖双方就都需要支付14.5%到26%的佣金，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成本支出。第4点，你是否愿意承受流拍或者底拍的风险呢？那如果只是流拍了，那就还好，最多就算白走了这一趟流程，浪费了一些时间、精力和钱，那也不至于损失太大。但如果包包是被底价卖出的话，那你就真是吃了哑巴亏。所谓底价呢，也就是卖家愿意卖出的最低的成交价。那这个设置的底价呢，可是一个技术活，设得太高的话呢，有可能会吓退买家，导致包包流拍。那所以一般拍卖行也会在合理范围内建议你开始把价格设置的会稍微低一点点，让大家有竞拍的热情。但是你需要留一个心眼，那毕竟对于拍卖行来说呢，他们怎么都是不会亏的，而且你的价格呢低一些就更容易卖，他们就更高兴。而你的情况就不同了，那如果你定了一个低价，但却没什么人参与竞拍，那拍卖结束前价格还一直涨不上去的话，那最终呢就会以贴近你的底价的超低价被拍出。那你不仅要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包被别人捡漏了，还得自掏腰包承担拍卖会所产生的各种杂费成本，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拍卖会呢这个渠道，那优点是很明显的，就是有可能会拍出高价，获取惊喜，但缺点呢就是可能处处都是有坑有惊吓。那相对来说呢，限量款和超人气款的包包就会更容易拍出高价。如果只是普通款、普通尺寸的包包，小马就不推荐送去拍卖会冒这个险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线上出售爱马仕。那网络出售呢分为2个渠道，那
那第一个呢是圈内转手，另一个呢就是二手平台交易。圈内转手也就是指你在所认识的爱马仕同好者圈子里发布出手包包的信息，那直接呢去寻找买家去交易。那这个渠道的优点呢很明显，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那容易卖到好价格。但是它的缺点呢也不容小视，那就是买卖双方很容易因为细节问题而产生纠纷。那我有认识的一位朋友，之前就在圈子里出手过一只9成新的 Birkin 30，他一开始呢就把包包360度的细节图呢都发过去给买家确认好。那等谈好了价格呢，对方也先付了款。那我认识的这个朋友呢就把包包寄过去了。那没想到呢，收到包之后呢，对方是不满意了，觉得包包的瑕疵感比照片看起来更严重，而且还有照片里边没有看出来的磨损。那对方认为这个成色就不止这个价格，那就要求你把包包给我退掉。但是有的朋友呢就不知道对方会不会把这个包调包了，或者有没有故意给包罩层磨损，所以就是拒绝退掉。于是对方就威胁说，如果不退款的话呢，就在他们的爱马仕群里说我朋友卖残次品。那后来呢，我朋友就是实在懒得跟他周旋了，就协商同意退了几千块钱人民币。那这样的事情呢，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它甚至还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到手刀。那就是等包拿到手，然后再大刀阔斧砍价。所以呢，如果你选择在圈内转手包包的话呢，最好是可以面对面的交易，或者是熟人交易，那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那另一种呢，网络出售的渠道呢，就是二手商品交易平台。那像国内有闲鱼，然后在日本这边呢有美露咖喱。那你可以给闲置的包包拍照，然后呢放在这样的平台上去寻找买家。那闲鱼呢，据我了解是不收取手续费的，而日本的美露咖喱会收取10%的手续费。二手交易平台的优点是可以以一个你满意的价格出手包包，但是它的缺点呢也是很多的。那比如你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应付买家滔滔不绝的问题，而且大多数呢是只问不买，还有很多人呢喜欢砍价，所以真的会很心累。而且呢，网上交易呢也是非常容易出现刚刚说过的到手刀的情况，而且平台呢很难判断对错，所以你也很难维权。选择二手平台交易呢，虽然出手价格好，但是呢劳心伤神，风险也是比较高的，还是需要谨慎选择的。那所以分析完各个渠道之后呢，小马确实是觉得跟有实体店的二手中古店交易是最为稳妥而且最为省心的方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不知道你最常用的是哪种出手渠道呢？评论区一起讨论吧，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见。